24台风格迥异的折叠屏手机来自同一家厂商三星。2019年的2月，三星发布的第一款能够量产的折叠屏手机 Galaxy Fold。这台手机的外屏非常的小，展开后还缺了一角，重量高达277克，但是它却打破了困扰着直板手机多年的设计瓶颈，第一次真正带来了智能手机的第二种形态，甚至一度也为评测圈贡献了不少热梗。 FOLD Fold。Awesome。而这个是上个月刚刚发布的三星 Z Fold 7，从一开始的折叠留缝到后来的完全闭合，从一开始的超小外屏到现在的堪比直板，从一开始的厚到现在的薄。那这4台手机的变化可以算是记录了折叠屏手机发展的整个过程。为什么折叠屏会变成今天的样子？在折叠屏的发展过程中，三星都做了哪些创新和取舍？相比 Z Fold 6，Z Fold 7到底有哪些升级和变化？关注时代玩家，让你选手机不再犹豫。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翔。厚度的变化是 Z Fold 7最直观也是最大的升级，而且三星也是少有的在官方宣传上，它反向掺水的厂商。官方宣传它是8.9毫米，我们实测竟然是8.8毫米。这个实测成绩如果换成某些厂商的话，搞不好它敢宣传是8.6毫米。你们猜猜我说的是谁？现在的画面从左到右依次是 iPhone 16 Pro Max、三星 S25 Ultra、三星 Z Fold 7和三星 Z Fold 6。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在厚度上的差别。实测重量 iPhone 16 Pro Max 227.5克，三星 S25 Ultra 220.5克，三星 Z Fold 7 217.2克，三星 Z Fold 6 243.2克。Z Fold 7在厚度上和现在的直板旗舰相差无几，重量甚至更轻。所以在这段时间我用的时候，手一摸裤兜 Z Fold 6的话，一下肯定就知道了。而摸到 Z Fold 7的时候，好几次我都以为是摸到了 S25 Ultra， 毕竟它们的直角边设计是真的很像。说到手感我其实特别想说一下第一代的 Galaxy Fold。这台是我从海鲜市场收的二手，成色非常的好，毕竟是第一代嘛，以后可能就准备收藏了，看看30年后能不能卖个高价。让我非常意外的是，它的手感真的超棒虽然厚，但是特别窄，有一种久违的掌控感。而我第一次展开后更是发现这个屏幕的比例和今年华为的过折叠的理念不要一毛一样但这是三星6年前的产品了，这个时候的 Fold外屏最多算是一个副屏，根本就不是主菜。但是用户总是希望产品能够更加的完美，于是三星 Fold 系列的手机外屏开始越来越大，越来越宽。Z Fold 7的外屏也比 Z Fold 6要更宽更大。现在它的外屏比例已经到了21:9，这和索尼老款的 Xperia 系列的手机已经是一模一样了。手机厂商也希望让用户相信他们的折叠屏合上之后和直板机是没有差别的，而展开后的内屏也从 Z Fold 6的7.6英寸增加到了现在的8英寸，整整大了一圈。当然手机变薄，屏幕变大，肯定也会带来一些设计上的妥协，比如说 Z Fold 7取消了从 Z Fold 3到 Z Fold 6的内屏屏下摄像头的设计。根据官方的说法就是用这个手机的它有很多是商务人士嘛，就经常可能需要开视频的会议，取消屏下摄像头可以带来更好的自拍和视频会议的效果。我们对比了一下首先是 Z Fold 6如果用内屏摄像头拍摄视频的时候只能支持到 1080p， 而 Z Fold 7可以支持 4K 视频的拍摄。Z Fold 7的自拍支持 HDR 视频，清晰度也会比 Z Fold 6确实会更高一些。同时 Z Fold 7的自拍视野也会更广，和 Z Fold 6放在一起非常接近，一个是1倍镜，一个是2倍镜的感觉。我以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在科技产品里它有一种叫做80分哲学的概念，追求100分的极致可能有时候它并不总是最优解，80分的体验加20%的妥协，可能才是大多数人去选择买单的平衡点。极致的功能可能会让少数人尖叫点头，核心的体验才会让多数人他沉默接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也特别想知道大家的观点，在屏下摄像头和这个更清晰的自拍之间，你更希望去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性能方面呢 ，Z Fold 7采用了骁龙8至尊版 For Galaxy 的处理器，主频会比普通的骁龙8至尊版更高一些。实测安兔兔跑分210万 ，Geekbench 6的单核3002分，多核9382分。3D Mark 最佳分数是6253分，综合表现都是在 Z Fold 6和 S25 Ultra 之间。实际的游戏体验呢，原神大屏可以跑到58.8帧，表现比 Z Fold 6要更加的稳定，尤其是功耗和温度的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功耗是5.36瓦，和同款处理器的 S25 Ultra 表现几乎一致，比 Z Fold 6低了超过1瓦。47.9度的温度呢，也比 Z Fold 6低了很多这是在手机更薄的情况下做到的，可见新处理器带来的提升还是非常大的。星穹铁道实测可以跑到47.2帧，同样介于 Z Fold 6和 S25 Ultra 之间。很明显3款手机都是碰到了温度强，然后限制了性能，所以此时采用相同处理器的 Z Fold 7比 S25 Ultra 在功耗上还要低了1.5瓦左右。按照惯例呢，我们还实测了他们的视频渲染速度，毕竟对于现在的用户来说，在手机上制作视频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场景。测试
摄文件呢为一条10分钟的4K 视频 ，Z Fold 7的渲染用时呢是5分13秒，甚至比 S2 Ultra 还要猛了一点点，而比 Z Fold 6呢快了1分钟左右。毕竟呢，这个处理器就放在这儿，性能上 Z Fold 7属于目前折叠屏手机的第一梯队，只要不是极其重度的游戏玩家是不用有太多顾虑的。而在摄像头的设计上呢，三星一直以来也都是非常克制的。Z Fold 7依旧一定程度上呢沿用了 Z Fold 3相对简洁的设计语言，3个圆环外加1个底座。Z Fold 7在摄像头的周围呢加了一圈金属环，看起来会更加的精致一些。视觉上 Z Fold 7的摄像头凸起要更大一些，一方面呢是因为机身更薄显得了，因为我们实测了 Z Fold 7的单侧机身加摄像头的厚度是10毫米，Z Fold 6为9.5毫米，有差距，但是没有那么的大。另一方面呢，三星在 Z Fold 7上也搭载了一颗和 S2 Ultra 一样的2亿像素的主摄传感器。那既然如此，我们自然是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好好的拍点照片体验一下。哈哈，非常好。要是没有晴天的一个星期呢，不如我们强颜欢笑，顺手做一下防水的测试吧。它的防尘防水等级呢是 IP48，那你看这个就叫做曹操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天公不作美我们只好在阴天呢简单拍点照片。Z Fold 7的主摄在拍摄的时候可以选择1200万像素、5000万像素和2亿像素3种模式。Z Fold 6呢最高只能选择5000万像素。实测的拍照效果，如果说5000万像素是在1200万像素的基础上有所提升，那么2亿像素真的就是质的飞跃了。正常来说呢，这种超高像素的照片对光线会有很高的要求。我们这是阴天如果是在晴天的话，可能会有更好的细节。这个呢是一张长焦微距，使用主摄镜头裁切而成。这里 S2 Ultra 的照片综合观感明显更好。不过 Z Fold 7得益于主摄像素的提升，在细节和纯净度上比 Z Fold 6还是要好了不少的，背景虚化能力也要更强。室内灯光环境的照片呢 ，Z Fold 6容易产生更强的对比度。Z Fold 7和 S2 Ultra 的风格比较接近，S2 Ultra 色彩会更加鲜艳一些。在高像素的模式下 ，Z Fold 6的亮度已经是明显有些吃力了。Z Fold 7有着和 S2 Ultra 几乎一致的效果。夜景照片3款手机都有不错的基础观感，但是如果放大看细节，不难发现 Z Fold 6依旧难免出现了很多的噪点，而 Z Fold 7和 S2 Ultra 一样都有比较好的纯净度。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我们拍摄的照片样本量并不大，但是也不难看出 Z Fold 7的拍照能力，尤其是它这个主摄是在努力朝着 S2 Ultra 看齐的。在一些照片的色彩上呢，可能没有 S2 Ultra 那么的鲜艳，但是明显会比 Z Fold 6它有所提升。如果我们不要脸一点去对比初代的 Fold 的话，其实也会发现手机的影像实力，不管是直板机还是折叠屏，其实每年真的都在一点一点的进步。系统方面呢 ，Z Fold 7采用了 One UI 8.0的系统 ，Z Fold 6目前还是 One UI 7，之后可以升级到 One UI 8。在网上曝光的这个升级名单里呢 ，One UI 8.0是可以追溯支持到 Z Fold 4的系列。按照这个周期来推算 ，Z Fold 7或许将来应该也是能够升级到 One UI 11的。三星的 One UI 系统呢，其实有着超级多的玩法，比如说看微信撤回的消息，显示音量调节的具体数值，查看设置的历史变更记录，查看第三方 App 调用手机的各项权限的历史记录等等等等。具体的我们4月份 S2 Ultra 的视频里讲的非常的详细，感兴趣的可以看那个，这里不再重复了。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功能就是在多任务管理界面中，在左上角可以查看藏在后台活动的一些应用进程，这些进程呢是没有 App 在前台界面显示的，它们一直在后台悄悄的运行。那如果有一些比较耗电或者不该出现的流氓进程，就可以在这里检查然后清理。然后我也专门回去看了 Z Fold 6和 S2 Ultra， 确实以前就有了，但我呢是刚刚发现感觉很实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系统 App 的 UI 方面呢，相册、日历、录音机、笔记、健康、文件夹，大多数的原生 App 都对大屏做了左右分屏的优化布局，这一点三星一直做的比较成熟。然后现在在高级功能里呢，还有一个提词器的选项，在直播、拍摄视频或者是会议的时候，可以利用大屏分屏的优势，在屏幕上显示脚本提示。作为2025年的产物 ，Z Fold 7支持的 AI 功能也非常多。首先是三星的 Bixby 也支持了 DeepSeek 大模型，这个基本已经属于手机 AI 的基础功能了。如果谁不支持的话，那是不合格的。圈选搜索，长按导航条就可以激活；圈选在网页或者是新闻上看到的人或者是物品，就可以识图搜索。音频橡皮擦之前我们 S2 Ultra 的视频里讲过，它可以消除视频拍摄时的噪音。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但更有趣的玩法是，它还可以消除歌曲的伴奏。所以我说呢，这个就是一个检测歌手唱功的神器呀。大家如果有 Z Fold 7的，可以在设置里边的盖乐视 AI 里去看一看，它的 AI 功能呢，大多数都在这里列出来了。然后有一个功能呢，它是没有写在设置里的，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直接呼出 Bixby， 然后跟他说，帮我生成一段充满恋爱酸臭的歌曲，然后他就真的会帮你写一首歌并做成音乐。大家可以听一下，然后给这首歌打个分。我们被甜蜜困在爱情的迷宫着，一路的挣扎也算
只是一种情浓，从最开始的心动到后来的失控，我用思念换你一个勇气。非常典型的口水歌啊，但你别说，旋律还挺上口，有前奏有高潮。那如果生成的音乐不喜欢的话，也可以让它重新生成，或者是调整参数。就是我也挺好奇哈，这个 AI 生成的音乐版权它到底应该怎么算？如果我拿到外面唱了之后，到底它是原唱还是我是原唱？但我觉得毕竟他是原作者啊，人家也唱了，那他是原唱，这没毛病。我看了一下 Z Fold 7目前在官网呢还有256GB 免费升杯到512GB 的活动啊，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这次跟着 Z Fold 7一起发布的呢，还有一个 Z Flip 7，那个手机说实话我也很心动哈，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外屏的边框是真的窄啊，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买哈。我看了我的友商05同学在视频里，他在那不停的摆动那个 Z Flip 7，哎呦，在我的眼里，他那个摇晃的手机就像是一种赤裸裸的炫耀，他甚至啊。他还甩了一下那个手机，哇，特别的潇洒。哇，下回我见他，我得让他教教我是怎么甩的那么帅气的。不过手表呢，我搞了一只三星 Watch 8 Classic，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是这个旋转表圈，我们可以听一下它转动时这个咔嗒声啊。那种机械感真的是拉满了，而且我还发现呢，它并不只是装饰啊，和相机上这个转盘一样，是个可以快速选择的旋钮。我在商店里呢看了一些表盘，还挺有设计感的，就是要花钱。这个太空狗是9块钱买的，也是犹豫了很久啊。另外我还喜欢这种老式电子手表的复古主题，非常适合我的年纪。功能方面呢，除了常见的运动监测之外，还有比如睡眠质量监测。一看27号睡眠质量75分，28号睡眠质量89分，已经算是比较优秀了。29号没有数据，为什么呢？因为这天在写稿子，没有睡觉呀。看，天都亮了。如果凑够了3个晚上的睡眠数据，就可以在这里查看血管负荷。这个是一个还在实验室的功能啊，可以检查血管系统的承受压力，还有这个抗氧化指数，可以分析皮肤的老化情况。我测了一下哈，发现只有41，属于极低。我当时那个心情啊，真的是直接就跌到了谷底啊！难道我现在就老得这么明显了吗？直到我看了05的视频里，他只测了37。哦，那我这个数还行。有点跑题了哈，让我们说回折叠屏。如果说有一个品牌能够记录折叠屏手机的发展和变化，那么就是三星了。从 Galaxy Fold 到 Z Fold 7，三星折叠屏的进化呢，很像就是一个人啊，他从20岁到30岁，20岁的他就想告诉全世界，我能做到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30岁的他呢，其实可能更想让别人说，我愿意每天都和你在一起。7年的时间，期待的产品，折叠屏手机从极客的玩物变成了普通用户，他真的可以去认真考虑的主力机，他不再去追求颠覆，而是再去学会平衡。所有的科技产品呢，其实可能都会经历从浪漫主义到实用主义的一个变化。你说它成熟了，也许是；你说它妥协了，也没错。但更多时候呢，我感觉这可能叫做现实感。你需要大屏的时候，它可以展开；你需要小屏的时候呢，也能随时点亮，不再去过度的追求个性，但是却能满足更多人的使用需求。7年前，那个真的还是感觉特别未来的科技啊，今天已经不再神秘了。那么7年之后，再7年之后 ，Z Fold 系列又会变成什么样呢？讲真，我其实还挺希望将来的折叠屏手机是不是也能像现在的直板旗舰一样，它可能有一个 Ultra 的版本，有一个 Pro Max 的版本，那专门去追求极致。这样的话呢，其实也能让像我一样的手机发烧友们知道，我们依旧可以去做那个最特别的人，做那个最与众不同的选择。关注时代玩家吧，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来验证答案。好了，也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喜欢我们内容的话，别忘了点赞、投币、收藏、3连支持一下。我是小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